腾讯视频入戏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露丝。我是魏婷，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在剧中所饰演的角色呢？我演的是沈浩明，很有钱，是个霸道总裁。我在《祝我耀阳》里面饰演的角色是许妍，嫁给了一个很好的老公，然后发现一切不是自己想象中的发展，这么美好，是个局，有点悬疑。我们分好多阶段，前半部分我们是有阴谋论的，看起来是女主的大阴谋，其实是男主的大圈套。在后半部分我们其实就会有喜剧的这个 cut 在里面，再在后半部分我们又会有一点家庭伦理，大家看的其实都会觉得挺爽的。其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对，我觉得这个是有意义，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们经历了离婚的这个 part， 但是男主会有一个逐渐看清自己内心，知道自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的那一刻，女主也会有一个真正看清自己内心，我想要的是爱情还是他能够给我的这一切，在他们两个过程之中去认清了。我觉得这个细节我就非常喜欢。我认为两个人互相喜欢谈恋爱爱对方，他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去确认自己的真心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他在一起，不应该跟所有的利益啊有任何的掺杂。那个过程其实我很喜欢，我们俩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强烈的拉扯，就是我们会走进对方。我也想说了，就是我找到我们的默契点是我们这对情侣通过同时间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有点像 Mr. and Mrs. Smith 是有的那种感觉。他们剧中其实有点斗智斗勇的感觉嘛，那你们觉得他们交锋最精彩的是什么？我觉得我这个角色就是以为霸道总裁能控制一切，有控制欲，但发觉控制不住这个女人。他以为这个女人很需要他，但结果不是。开始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发觉许妍是我要学习他这个人生态度，他其实慢慢在改变了我。有一段的过程是我们俩已经要准备离婚了，在集团来讲，离婚是很大的一个负面舆论，所以我们要完成一个协作。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已经撕裂的很厉害了，那会儿已经撕的，对，就我们在人前扮演恩爱夫妻，但是实际在搞对方，疯狂的搞死对方。真的爱我吗？当然。人生不过就几个重要的节点，你要是把握住了，之后的一切都会顺风顺水。我要么一无所有，要么拥有一切。角色和自己有没有什么像的地方吗？我觉得我是个挺狠的人，可能跟角色还挺像的，但是我觉得角色有一点我可能不太像吧，就是他太坚持了，我还不是那么容易坚持吧。他为了想要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目的，可能会抛弃一些情感，要伪装自己的身份，跟很多人划清界限。其实这种情感的东西是很难以割舍的嘛。如果是我自己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应该早就坦白了。我有感觉这个角色和你冥冥中好像能感到有一种共鸣的感觉，你其实这几年来也是一路越来越强大，然后内心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人，我感觉好像也不是说人在变化，因为有更多的人支持我跟喜欢我，让我更有底气去做我真正的自己，越来越能看到最真实的我吧。在小的时候你不断的要去学会迎合人，但这个剧里也是这样的，在前期的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知道这个社会就是这样，你不断的要迎合所有人。家里供不起2个大学生，所以只能决定让你姐去考大学。爸爸，我呢？为什么你们要一次一次告诉我的爸爸妈妈不爱我？我一次又一次骗自己，只要我努力学习、努力懂事、努力听话，你们就会喜欢我。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迎合他们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可能那个本来就是你该得的，但你还是要通过迎合去委曲求全，你才可以拿到你应该有的。但可是许妍的话，她就是再努力她也知道自己得不到。我不努力吗？我很努力，可是有用吗？所以我才不想要成为曾经那个可以被人随便抛弃、随便看不起的人。所以只是觉得说慢慢的嫁给了一个很有底气的老公，然后感觉自己有底气了之后，才开始真正的做自己，有勇气跟方磊说出那一句离我老公远一点。我认为所有坚强的女生，她的前提就是有底气，无论是被家人去爱也好，还是被粉丝去爱也好，她都是有底气才能够去做自己。所以在她前期的时候就是畏畏缩缩的，因为她那会儿没有爱，她唯一的底气就是沈浩明，她以为我全世界我都可以不要，但是沈浩明他对我的爱我一定要，因为我从小都没有被爱过，但后来发现其实都是他的一个圈套，也发现他其实不爱我的那一刻，他的世界崩塌了。为什么要骗我呢？我们各司其职，
忽里忽会，这样不是挺好的？他那种腹黑是铺排了很久。这个是有点跟以往有点不一样的。比如说你要腹黑，你要报仇，或者是你要翻盘一个东西，你会立马有一个想法，然后下一集就立马做了。但是这个戏里面是可能要铺垫了4集5集之后，你才知道他腹黑了什么。他那种是盘算了很久的。沈浩明是这样的一个人，就观众其实可以往前翻，他会铺很多细节。往前翻，我们两个的一些内容、细节、笑容、眼神特别好。我在那一刻，我其实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感觉如果没有姥姥这个人物，他应该会活不下去了。他对这个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因为他现在得到的一切全都是沈浩明给他的。他唯一以为那一点点真的是感情，但是发现那个感情也是假的那一刻，他就很崩溃。但刚好那一刻姥姥又生病了，他知道这个时候我又要担起这个责任了，我想要重新去有一个开始我的新的生活，他才走到了后面。我觉得其实也挺感谢沈浩明吧，没有那一段经历，许愿这辈子他可能就是做一个家庭主妇。露丝在剧中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造型嘛，你自己最喜欢哪一套呢？我每一套都很喜欢，因为每一套都是我精心搭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啊？有好多人说啊，专业的事情拿给专业的人做就好了。我当然知道有很多很好的造型师、化妆师，但是我想要说通过演员自己的感受，这一场戏他应该穿什么。他这一场戏如果他不该美的时候他就不能美，该耀眼的时候就该耀眼。而且我是第一次去尝试新中式吧，还有一个就是讲传承、讲非遗，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够去给很多现在小朋友去推荐，让他们知道这种非遗文化、这种彝族的手工制品，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就到处去搜罗一些小的饰品啊，包括去买布去做衣服。我们戏我穿了好几件衣服，其实都是手工做过来的，所以在网上应该是没有同款。好像你自己也特意为服装做了很多准备是吗？从开机前吧，我自己有一个造型师，他会帮我去拿到我要的衣服，再去想一想前后期的一个改变啊之类的。龙舌兰一生只开1次花的，他用尽自己一生所有积累的营养，经历艰苦，只是等待这一刻的绽放。这个绝对是他生命的绝唱。在合作之前你们有认识吗？认识啊，我们那个综艺是全是跟小朋友一块，大家都是在一个很放松的。当时导演跟我说伟霆哥的时候，我当时就整个就很开心，我说啊，那也太好了吧。我虽然说不是跟伟霆哥很熟，但是我有跟他相处过，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所以我会很愿意跟这样演员合作。到了之后，因为我一直叫伟霆哥叫哥哥，但是戏里有很多时候要叫老公，这个就是所谓前一个星期让我觉得难以入戏的情况，因为提前认识，然后又觉得你是前辈，又是哥哥。后来我们在演着演着发现，就是少年，因为是他的性格吧，很好相处，人也很好，慢慢的就拍得挺愉快的。童话里面也是第一次见到真人嘛，我最深刻的是他说了一番他的过去，当时我会觉得哇，这个人也太真了吧，真诚，他说的话也会触动到我，我感觉跟我的以前的经历有一点点像。当我知道这个戏跟露丝拍的时候，我也是其实跟你一样的，就不用想了吧，肯定很想跟他合作。对于我来说，同一类人很重要，他对于他自己每一场戏的要求，他会觉得如果这场戏不够 make sense， 他会跟导演讨论，只要你说服他，他是很 OK 的，他有弹性的。但是你过不了他那一关，他自己过不了就过不了了。然后我会看到他拍这个戏的时候也要忙其他的活动啊，忽然间我看到在热搜看到你跳舞唱歌，我就说哇，你没有这种心理的素质，必须得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他，因为我就问他这么累你吃得上吗？他说没办法，答应了人家的事情，我得把这个事情做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你有今天，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是在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发觉他跟这个角色有点像。沈浩明也是想去了解这个女生，在戏里面大家看这个戏以为这个女生主动靠近我 ，no， 只是我让他以为他主动靠近我，只是我背后已经设了一个局，我已经知道他的底细是什么样的，我想了解他，或者是我想利用他。这个过程当中我会发觉跟真人一样，我也是一直找露丝的一些你觉得露丝像我自己，那我要留意你多一点，观察的原来真的都是同一类人。你们俩在剧组有什么共同爱好吗？有没有发掘出来？共同爱好喝咖啡每天都在喝咖啡。在传闻当中叫露丝拍戏了，就是很大方一个演员，真的太大方了。他知道我喜欢喝咖啡，他现在我的房车里面
好几10包咖啡还没喝完。他对现场的工作人员特别好。是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我觉得今天的戏我没有演好，或者说是我自己觉得今天天很热，或者是觉得耽误大家时间了，我一直都有这个习惯，也是给自己一个。你没有耽误过我们时间，不可能，你表现得很好的时候都在外面，是在请大家吃东西。会，我们自己团队知道，就有这个习惯。没有，他还会针对不同的演员，譬如说他会给了我买了一些贝佳，贝佳。这个是什么礼物？我有这个毛病，是有时候趴着就前进的很厉害。我要提醒自己，有时候他就会拍我的哥，然后拍了几次，可能他觉得无用了，然后他就给你买上了那一种还会震动，如果你一弯，它不电击吗？把你垫上去的那种。那他会根据你不同的演员送不同的礼物。